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乡巴小哥。这期的影片内容，我将带大家参观在我身后这种在马来西亚华人新村或者是甘榜的特色建筑高脚屋。那为什么乡巴小哥会选择身后这间高脚屋和大家介绍呢？因为乡巴小哥的童年就是在这间高脚屋度过的，而且这间高脚屋的屋龄也将近半个世纪，所以里面有很多物品或者是建筑风格都是现在比较难看到了。那话不多说，小哥就带大家进去看一看吧 ，Let's go！ 这里呢就是这间高脚屋的屋角机。我记得小时候这里会摆上几张木椅沙发，小哥呢就会坐在这边欣赏屋外的风景。那还有这盏聚光灯也可以说是身负重任，因为在小哥居住的这个甘榜里左邻右舍的房屋距离都蛮远的，再加上早期甘榜小路是完全没有路灯的，到了晚上屋前可以说是一片漆黑，所以呢大家都会习惯养几只狗来帮忙顾这屋子。如果到了晚上狗一直不停吠的话，我们就会打开这盏聚光灯来看看屋外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情况。那进来这边呢就是这间高脚屋的客厅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尊神像呢是这个大伯公，不知道大家看得清楚吗？这边有一个框框的痕迹因为以前呢我们是用那个大伯公的画像来膜拜的，后来大伯公的画像破了才换成像现在这样的金身神像。那刚才和大家说的摆放在五角机的木椅沙发就是这种啦。那这种沙发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坐垫跟背垫的沙发套是能够打开的，所以呢就能在不同的节日更换不同颜色的沙发套。那这张沙发最少有几十年的历史了，所以真的是耐用又多变化。还有这里这种旧式开关的插头更是经典，是甘榜老屋的标配。如果大家在马来西亚有看到这种开关插头的房子就可以知道那间屋子的屋龄是非常的久了。还有这些窗户用这和五角机围栏一样的空心铁条来进行防盗。那对于这种旧式的窗口呢，就有一个缺点，必须要安装这种开关卡口呢，才能固定这窗打开的幅度。那小时候呢，小哥是这样关窗口的，眼睛不敢往外看，因为怕看到不该看的东西。在这里呢，刚好有2台电视机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上面这台呢是现在的平面电视机，那在下面这台呢是旧式的大屁股的电视机。接下来这里更有看头，因为这间是小哥小时候的睡房，走，带大家进来看一看吧。那这里就是小哥的睡房以前地上呢就会铺上一张单人床小哥就睡在地上，那我爸爸妈妈呢就会睡在这边。不知道大家有看到墙壁的这些洞吗？这个呢并不是小哥小时候顽皮练一阳指跟它戳破，而是老鼠的杰作这些洞呢都是老鼠咬的。那这个帘子呢就是小哥粘的啦，有这个旺旺跟这个 Power Ranger。那在睡房的隔壁是我妈妈的工作室，我妈妈以前是一位裁缝师，所以呢她就会把她的针车放在这里面，但是呢现在这间房间已经变成了一间储藏室。如果大家有仔细看的话，可以发现到这间高脚屋不管是在房间还是客厅都是满满的通风洞。虽然说这样的设计呢会比较通风透气啦，不装空调也不会太热，但是呢隔音真的是非常的差。那在客厅这里呢一共有3间房间这一间呢是我叔叔的房间，还有这里呢是我阿伯的房间。其实这间高脚屋是蛮大的，以前共有20多位的家族成员住在这里，这里只是前半段而已，后面的东西会更加的精彩，走吧。那在这一段就有2间睡房一间呢是我阿公阿嬷的房间，那在另外一项呢这一间是我哥哥和堂哥的房间。这个房间也是让我印象深刻因为呢以前我哥哥有一台电脑是放在这里的，我记得他有玩一款电脑游戏叫做《恶灵古堡》，有时晚上他在这里玩游戏的时候呢，那些狗非常的配合就会吠出那种长叫声惊悚的画面再加上那些狗叫声真的是紧张刺激啊。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在这间高脚屋的前半段完全都是木的。那这里呢就是这些洋灰的地板，因为呢厕所、饭厅、厨房都是在这个区域。接下来要和大家介绍的这间厕所是更加的经典看到吗？铝制的厕所门。那这间厕所是采用开放式的设计
那如果晚上在这边方便的话，还可以一边欣赏满天的星光，再加上头顶上这粒灯泡哦，照射出淡淡的昏黄，真的是又浪漫又恐怖。还有这个下水槽呢，也是非常的有特色呢，它是一个可以转动的下水槽。如果下雨的时候呢，你就能把水槽哦转来这边，把这个蓝桶的水渗满，好了过后呢，就可以转到这个蓄水池。那这个蓄水池是什么作用呢？小哥等一下会和大家说明。那这里就是厨房啦。大家有看到这个橱柜吗？这个橱柜呢是甘榜老屋的标配哦，很多甘榜老屋都有像这样的橱柜，大家呢就会把食物放在这个橱柜里，可以防止这个蟑螂啊、壁虎来偷吃。那这个橱柜是现在花钱也买不到新的了，已经绝版了。那这个地方是小哥每天早上一定要来报到的地方，因为呢小哥就会在这里刷牙洗脸。至于这个水喉的水呢，就是刚才蓄水池所渗的水。所以小哥小时候呢是用雨水来刷牙洗脸的。那这间呢就是冲凉房了，大家可以进来看一下。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四周的环境哦，都是满满的这些通风洞哦，而且呢也没有热水器的。晚上在这里冲凉真的是非常的紧张刺激哦。所以小哥小时候冲凉的速度非常的快，大概是在30秒到1分钟就会完成，真的是又快又省水。由于呢是大家庭的关系，所以呢在这边呢还有多一间厨房。那以前这边呢还有那些传统的火炭炉灶。那再往这里走去呢，就还有2间冲凉房啊，大家也可以看到哦，也和刚才那间一样哦，都是满满的通风洞。这个楼梯上去呢，就还有3间睡房。那我小时候就比较少上来楼上，因为楼上没有东西可以玩。那这边呢，就是我小叔、我姐姐还有我堂姐、堂妹的房间，他们的房间呢就在楼上。那在楼梯的旁边呢，就有一个后门哦。这里呢就是一个储存空间哦。那以前呢，这里会摆放一些鱼缸啊，养一些鱼跟鳖之类的。这个地方呢，也经常有蛇的出没哈。那摩托哈也可以直接骑进来放在这里，因为呢走后门进去哦会比较方便。OK， 老实说哈，小时候住在像这样的屋子，因为开放式的设计哦，再加上到处都是通风洞，真的感觉没什么安全感。不过呢，这边可以给的特别惠哦，是现在大多数小孩都很难体会到的了。以前哦，常常和堂兄弟姐妹哦在屋前玩耍。每天哦热闹得像过年一样，虽然当时哦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的电子产品，但是每天却过得非常的逍遥自在。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这种在甘榜的高脚屋数量真的是日渐的减少。不知道在观看影片的你是否也住过像这样的高脚屋呢？我相信除了马新两地很多来自国外的观众会对甘榜这个词汇感到非常的陌生。在这里呢，小哥就和大家讲解一下。甘榜是马来语甘蹦的音译，意思是乡村或者村庄。那甘榜也可以形容为家乡，比如逢年过节时很多在外打拼的游子就会说要回到他的甘蹦了，意思就是说呢，他要回到他的家乡。在马新两地甘榜对比乡村这个词汇是比较接地气的说法。希望透过这样的解释呢，大家能够明白甘榜这个词汇的含义。那今天的影片也到了尾声，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内容，请记得帮我点赞并分享。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这个频道呢最主要是和大家分享关于马来西亚和我家乡规格的美好事物。当然，频道偶尔也会上传一些关于小哥生活上的影片，因为小哥希望透过多拍多剪辑能够提升影片的质量。如果这个频道的类型适合你，不妨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呢你就不会错过之后不定时的影片更新。小哥在之后的影片会继续带大家看见不一样的马来西亚。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